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上一集说到，我和半斤自驾翻山越岭，来到了大山深处的山洞人家。在这里，我们认识了热情好客的沈大叔。我和半斤对这个美丽的世外桃源充满了好奇。今天会在这里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？这房子都是依着这个岩石山体而建的，天然的，天然的，对，纯天然的，住在这里好舒服啊，听着流水声，住在这个峡谷之中。我给你倒点茶水，好吧？不用倒，不用倒，你忙你的。我是泡好的。哇，这边的字写的好好啊。天送祥和，芳春永驻。这个字都是你写的吗？是我写的。谢谢。你自己平时也有练字哈？我没有事我就练一下字。哦，没有事就练一下字。这里有一条小溪穿过，这就是大叔的家，沈大叔的家。沈大叔说他平时还会在这里练字的，你看，这上面的这些对联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写的好好啊，这个字写的真的很好。这大叔在练的字，哇，大叔练的字，大家看，一大叠一大叠了。大叔，你的家人呢？他们在德江，在德江县，在那个城里面。哦，德江县城里面。你是从德江来的吧？对，我也是从那边经过。对。原来这个地方是路都没有。哦，路都没有。路都没有，有修桥，有修路，有修洞。哦，修桥、修路、修洞。我们老家原来就是住在那个外面那个栏杆下面。那你不是花了很多费用在里边？一共花了500多万。500多万啊！哇，看不出来，这里修建的要500多万，应该修路那些挺贵的。原来路都没有啊。原来路都没有。大叔说啊，他们并不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，在这里修建了房子，然后呢修建了水泥路，方便进来的那些路啊，然后还有修桥，还有修了这个山洞。这山洞当然不是说把它凿出来，而是在里面修建了一个有房子那样子的一个住所。这里真的是山好水好，而且特别的凉爽，空气也特别的清新，风景也很好。这个山洞外面的风景就是这样子的。大叔说呢，他修建这边呢，一共花了500多万的。要是你有500多万，你会在山洞修一个家吗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啊！现在的人有了钱呢，都想买车、买房子、买那种公寓房子，但是要来这种偏僻的地方，就山洞里边来修房子，应该很少人会选择这么做。这个大叔呢，他就是把这里都修建了起来，然后呢，把这里当作家，住在这里，然后在这里种一些菜，吃这里种的菜。半斤又很兴奋了，你看，狂奔了！哇，好大个山洞啊！还有一条河，这河水也特别的清澈。我现在是在山洞的下边，正下边，真的能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凉爽。那个风一吹来，感觉就是跟之前我去那个燕子洞一样，跟开了冰箱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
这里还有一个观音像，这边还通了电的，你看有电灯。这个洞上面还渗水，他们建了个池子，把这个滴下来的山泉水给收集起来。看上边，南山圣母像吗？这是。半斤呢？半斤，你别乱跑啊！你去那里干嘛？哇，那里还可以上去的。我发现半斤真的很喜欢当个探险家哎。半斤，你去哪里？回来！只要是有路的地方，他就一定去探险。他拼命喊他才回来。别怕，来。他是在跟我炫耀他跑得很快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哇！你看你的脚，那么脏，那么脏。没脸看了，没眼看了。走，去洗。别跑！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墙上画了一副脸啊？这个脸是什么？这个脸呢，涂满黄色的颜料。这里还有一排房子。大叔说，有人来参观的话，可以免费在这里午休，睡个午觉都可以。在这里住呢，真的感觉是在吸收日月精华，大自然的精华。因为这里依山傍水，水呢是这条小溪流穿洞而过，穿过这个山洞，而且这里空气十分的清新，把这里说成是世外桃源也是可以的。因为这里只有一户人家，就是这位大叔，守住了整个山洞，守住了整个山。大叔把这里建得很漂亮啊，除了有观音的那个石像呢，还有一些我说不出来的这个东西，待会儿问一下大叔是什么。而且这里呢，有房子，有桥，有石桥，有通电，还有房子，还有通那个水。只是这个水呢，不是自来水，是山泉水。你平时就在这里练书法是吧？我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写一下。哦，练一下。哇，这个字写得好好，练了几年了？30年吧。30多年啊！哇，沈大叔，你今年高寿啊？65。65。那你住这边住了多少年呢？在这个地方？对，17年。在这里住了17年，65岁。那我在洞里面看到有那些画像是什么？那些脸？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民俗文化，罗塘戏。罗塘戏？哎，罗塘戏。罗塘戏是一种表演的戏剧吗？表演的戏剧，它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。哦，中国戏剧活化石。罗塘戏。所以我们德阳称为罗戏之乡。它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要标志。标志哈。下大雨的话会漏水吗？房子里面也不会。下大雨没有影响。有通水，有通电。有网络吗？这边？有。也有网络。大叔说这个水就是山泉水，都是通过这个山泉，然后用管子引下来的。沈大叔，你一个人住不会觉得很无聊吗？就是会不会寂寞啊、孤独啊？不会，很充实啊。是因为平时客人来的哦，经常有客人来。这是一个避暑胜地哦。晚上还要盖被子。晚上还要盖被子。盖被子。哦，要盖很厚的被子。没有蚊虫，没有蚊虫。哦。哦，农活的。还种了一些蔬菜。哦，是你种吗？还是谁种啊？我也种了一些蔬菜，韭菜呀。我从小在外面，地方我们来放牛。放牛。来做鱼。哦，做鱼。沈大叔说给我炒个蛋炒饭，
他说柴火炒很好吃的，待会尝一尝。原来沈大叔从小就是在这边长大的。他说他从小呢就在这里放牛、捉鱼，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才把这个地方呢建为自己的家，安在这里。我问他会不会感到寂寞、感到无聊，他说不会，特别的充实，经常会有人慕名而来跟他一起喝茶、聊天，在这里玩。刚刚我带半斤去那边逛的时候，大叔他已经吃完饭了，他吃了自己刚刚做的饭，然后呢，现在给我再炒一份蛋炒饭。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面长大的人呢，真的很难想象隐居在这么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住在这个山洞里边，以山水为家，以日月为伴，生活17年。虽然这里是有山有水啊，但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偏僻，人烟比较少。就要守得住这份孤独，守得住这份寂寞吧。在这里听听流水，吹吹山风，然后看看风景。如果大家老了以后也会选择这样子的生活吗？就找到一个宁静、安静的地方隐居起来，在这里生活10几年，应该很多人都是办不到的。大叔，这是你自己种的韭菜吗？哎，哦，自己种的。这个地方就喊长寿菜。这叫长寿菜啊？长寿菜，补那个肾功能的。哦，补肾功能的。这个厉害得很。哦，你在那里那田那里种的就是这个？我刚才从你们来的时候，我从那边才过来的。哦。哎，这个非常好，营养价值特别好。大叔，你在这里没有养猪、养鸭那些吗？没有，那个不卫生。哦，不卫生，所以没有养哈。用山水洗菜啊！哎，要搞个汤菜拿来下蛋花饭，好吧？哦，哎，搞个汤菜。汤菜返老还童啊！我们给你放辣椒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你。另外吃，好吧？好。你们广味儿，我对，我是知道的。我没说，大叔都知道不放辣椒，太好了。还好的。你们那么地方远，那么来也不容易的。那个水是一直让它流的，一直是流的，它是从洞里面自己挤过来的。哦，直接洞里面引过来的。哎，引过来的，没有灰尘，没有污染。哦，都是纯正的山泉水啊。啊，直接喝也是可以的哈。直接喝，让你吃饱吧，就是说要吃舒服。我食量小。食量小。嗯，我的胃小。沈大叔，你每天做饭都是要烧柴火是吧？都是烧柴火。你洗澡我都是用柴火烧来洗澡。哦，洗澡也是烧柴火。哎，我就决定了嘛。哦。原汁原味的原生态。它这个柴火呢，炒的饭特别香。我都闻到了。它特别香，真的很香。你吃盐吃的轻重，吃盐啊？吃盐吃的轻。哦。大叔做菜很讲究啊。对。要问这个辣，要问这个盐，要问这个食量。那少了它不够食。多了它吃不完。对。大叔是个讲究的人。你吃了以后不够，我再给你炒。够的，够的，好不好？够了。我这个地方是尽力吃饱。够了。哎，吃饱。大叔说呢，要在外边吃空气好。远处有崇山峻岭，对，近处有梦林修竹啊，洞里面有小桥流水，对，崇山峻岭，小桥流水。哎，这个水是从下面流的。哦，从下面流。人在上面吃饭，水在下面流。哦，很讲究，沈大叔很讲究。这个就是大叔炒的柴火蛋炒饭了，哇，真香啊，太好吃了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这是我在自驾游外边吃到的最好吃的蛋炒饭。自驾游多少年了？3、4年，3年多了，真的是最好吃的蛋炒饭。大叔刚刚跟我说，要对着这个大自然，对着崇山峻岭，对着这个小桥流水，吃饭吃起来会特别香。哇，还有这个汤菜，这个是红辣椒，
我们贵州人就喜欢吃这个胡辣椒。胡辣椒，胡辣椒，这个是梅豆腐。你吃一下，但是也不是很辣。尝一下哈。我已经吃了。你刚刚吃了哈。好。这个是他们贵州的当地的胡辣椒，这个是那个豆腐乳，这小吃，这个是菜汤，韭菜。这个地方吃饭是一种享受。它这个空气好，环境好，风景好，这种享受。对。这个大叔说，这个胡辣椒是他们当地贵州的，不是很辣，尝一下。他说不是很辣的，我吃的还是挺辣的，但是很香。这胡辣椒很香，炒一个饭，加一个菜汤，还有小吃，还有这些配料，一共才20元。我把饭给吃完了，吃干净了。这个蛋炒饭真的特别香，柴火烧的。啊？你要洗脸吗？不用，我这里也有水的。你有水啊？对。我说你要洗，我得烧水。不用烧水，不要给我烧水。你要开水，下面有开水过来。好的，好吧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没有。今晚我就跟半斤在车里过夜了。刚刚吃完饭，这个大山里面很快就天黑了，所以呢，大叔说问我要不要烧水、洗澡、洗脚什么的，我说不用了，不麻烦他了。开灯了。顺利把床给收出来了，半斤也已经趴着准备睡了。我呢还要再工作一会儿，待会儿在这上面工作。半斤今天在山洞里面玩得很累啊，你看他到车上一下子就睡着了。我呢还要继续工作明天的视频还没做呢，还没剪呢，现在要继续工作了。